有一款车累积到现在为止呢，累计交付已经超过了16万台，它就是问界的 M8。那今天呢，我们来体验问界的新 M8，看看这辆40万级的销冠车型，这一次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这一次呢有几个新的亮点，我们先一个一个的讲啊。首先来看新的配色，这一次呢新增了2款配色，一个湛蓝和一个瑞红。你看我旁边的这一款呢就是瑞红，就是被大家戏称为车厘紫色。就这款颜色呢整体是比较低调耐看的，然后再加上它全车的黑化的云龙套件，你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在侧裙的位置，包括后视镜下方的底部以及车顶的行李架，加上了之后呢，整个车看起来就显得非常的年轻和时尚。然后再来的话呢，那现在加上了这2款新颜色呢，那一共就是有8款的新色了。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轮毂，21英寸的这个耀影的运动轮毂，是不是看上去也是蛮年轻时尚的？第2个亮点，大灯，倒不是说它的灯的形状发生了变化，而是说它里边的这个横贯大灯呢，现在是新增了几种交互的灯效。其实，在年前 OTA 升级之后呢，就有那个小鹿的那个迎宾的灯效嘛，然后再加上松鼠松果这种交互的大灯。当然，除了智慧的交互灯效之外呢，我个人觉得后续 OTA 升级有2个亮点值得讲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它的主动靠近解锁功能，比如说你携带了新款的钥匙手机、手表主动靠近的话，它会自动的解锁。第2个就是异常的监测，比如说你的车停在地库，以及说在外充电的话，它识别到周围的车辆有异常，然后它就会通过这个胎压的检测器发送到你的手机，来实时的监测自己的一个车辆的一个状态，然后及时的挪走自己的爱车。第3个亮点呢，其实此前在问界 M8 上就已经有过的比如说这一次的一个安全冗余方面，就是在今年就是新国标准下呢，就是在针对门把手方面呢是有一些规定的。你看问界 M8 呢，它提前呢就进行了一些安全的一些冗余，就这辆车它是有3重的这个解锁机制的，它车内有机械拉手，车外有机械拉手，而且车辆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呢，也是能够正常的拉开车门的。第4个亮点呢，座舱方面的升级，你能够看到的就是它的座椅包括说门板以及顶棚这些材质方面变得更亲肤了，而且你手摸上去呢，它能明显的感觉到更软、更舒适了。包括说它的一个隔音的材料呢，现在也是使用的绿色环保的材料，包括24小时的这个新风的系统，还有就是它前排和2排的这个座椅按摩呢，就是明显力度有增强，它是这个气带呢是由3层现在呢是长到了这个4层的，就是你在体感方面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第5个新亮点重中之重的辅助驾驶的升级，这一次呢是有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加上就是左右2侧的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现在全车一共是38个传感器，有这样一组数据，在2026年春运期间，这个辅助驾驶的里程数是达到了3亿公里的。哇，这个数据真的是非常的庞大，而且也说明了就是大家对于鸿蒙智行的辅助驾驶，那真的是爱用常用。那现在新升级了之后呢，这个期待值简直是拉满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在山路重庆去实测一下吧。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山路重庆。我们现在呢是在铁山坪上面来体验问界新 M8 的辅助驾驶，然后整一段路可以看到就是弯多，然后路又比较急，再加上在我行驶的这条正常车道上可能会有一些临停的车辆，所以我也想看一下这辆车它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把问界 M8 开上这种重庆的这种山路来跑一跑我刚说就右边就已经停了一辆车，它而且在面对对向有来车的情况下，它非常自然的就往左打了点方向，然后过去，然后也没有说傻等因为它在判断在这种距离下，它是完全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没有傻等，然后也没有说就是急加速，就以正常的这种车速。可以看一下，我们还有200多米就要经过一个环岛了。就实不相瞒就之前我开车上来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我都走错过2次，因为在选择车道上面是真的没办法自己去做出正确的一个决策。然后看一下问界新 M8 会怎么表现你看，在这个情况下呢，它是有2个路口的，3个路口，真的很复杂。执行之后，对。会绕一个环岛，然后继续执行，对吧？非常的自然就过来了，没有丝毫的犹豫。
刚刚出隧道有一个特殊的场景，就是我们在主路行驶啊，但是右边有一个大货车，就是直接逼进来。它在那个地方就是提前就识别到了 SR 渲染也会有这个标黄的一个提醒，然后它在那个位置呢是进行了重刹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防御性的一个表现啊，特别好。现在在城区快速路上边啊，然后我就来简单的聊聊我今天开了一整段，就是差不多往返个50-60公里的辅助驾驶的一个体验的感受吧。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啊，896键呢，它相比于192键来说的话，它激光雷达的这个点云的密度呢提升了很多倍啊，提升了4倍多，就看得更远，看得更细，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对于低矮的障碍物的一些异形障碍物的一个识别会更加的精准。还有就是在辅助驾驶方面的这个体感方面，我个人是觉得舒服了特别多。你像在红绿灯的那种情况下，它跟车行驶，它前车重刹，它也没有说就是也重刹啊，就是刹的也是比较线性的，整体的体感会更加舒服。而且呢，在面对比如说那种大车穿梭的那种路段下的时候，它也会尽量的去避免，然后会往左右去打一点点方向，尽量的去避开这种可能周遭的这些大车的一个危险嘛。我们简单聊聊问界线 M8 开起来的感受啊，就是我上脚的第一感觉呢，就是感觉特别的轻快，然后不窜。你看啊，它整体的电门踏板的调教呢，就是非常轻快的。然后我轻点一下，它没有说特别猛的那种劲儿出去。比如说你家里有特别容易晕车的小孩啊、老人啊这种，就体感方面要来的舒服的特别多。现在就是连续下坡路段可以发现啊，有很多的减速带，然后包括井盖啊那些。你看压过去的感觉，你能够明显感觉到啊，它悬挂能把多余的这些震动吃得特别的干净，而且这辆车呢也是配有这个双腔闭式空悬的加 CDC 的，所以说啊，作为家用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稳。当然了，最重要的动态的惊喜呢，我们留到等会儿场地试驾，以及说我们还要去体验一个深度涉水的一个能力，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不是你们都很好奇侧向的固态激光雷达它的作用到底在哪里吗？我们现在在场地呢进行了2项的测试，一个是在模拟高速路况下它的一个侧向的避障能力，比如说路上有倒地的水马呀、锥桶呀，在那种路况下它的一个避障就是非常的快，而且呢相当的稳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模拟是在停车场啊，比如说你正常车停好了之后，你有下车的动作，但是呢正好有这个车倒进来，你看它能够提前识别到呢，它会停止这个倒车的动作，以免啊这个车辆发生一些剐蹭。那经过以上的体验呢，我们可以发现啊，问界信 M8 仍然是一款全能选手，无论是智能方面，然后外观啊、内饰的换新方面、座舱方面以及安全方面，我觉得都可谓是现在啊同级车型当中的比较领先的存在。那最后就让我们期待一下它的正式售价了。